开头幽默小故事，俄军因为一座铁路桥而被暴打了1周，最后恼羞成怒掀桌。乌军解放纽约，收复故土。特朗普公布俄乌和平计划，一招扼喉俄罗斯。900万俄军粮爆出不合格，俄军有口福了。F-35降落芬兰公路，未来能否降落莫斯科街头？俄罗斯间谍精去世。片尾玄幻小视频，3名俄军硬吃反坦克地雷，疑似被施加复活术。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战况。9月7号，在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乌克兰军队的第53机械化旅在纽约镇的一个建筑物废墟上升起了旗帜，这标志着乌克兰军队在俄军占领纽约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重新解放了这片土地。纽约镇是位于阿夫迪夫卡以北，是俄罗斯在该方向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8月19号，俄罗斯中央集团军发布消息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纽约镇。俄罗斯喉舌将其渲染为俄乌战争的转折点。即便国际战争研究所和其他开源军事媒体都表示，纽约仍有战斗爆发，但俄方依然坚定地宣称纽约已完全被俄军控制。然而，大本营捷报传得快，打脸来得也快。随着俄军将注意力放在了更为重要的红军村以及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增援，乌克兰有机会重新掌握在该地的主动权。国民警卫队为乌军带来了 T-72 和 T-64坦克以及 BMP 战斗车辆，这使得第53机械化旅能够重新发起攻击。然而战斗还没有结束，根据乌克兰国防战略中心称，虽然乌军夺回了纽约镇中心的控制权，但俄军仍在从东北方向试图发起反扑行动。但大兵认为，俄军成功夺回该地的可能性不大了，原因就在于俄军在主要目标红军村依旧连续6天寸步未进了。前几天，大兵在另一期里讲述了乌克兰生擒俄坦克的视频，曾经提到了一座铁路桥。这座桥呢，位于红军村第3道防线南部的重镇塞里多维的东方。自红军村攻势开始后呢，在该位置拍摄的视频就开始不断的传出了。最近，增援该区域的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5旅发布了关于这座桥的一系列影片，显示俄军一直想控制这个位置，但却一直遭到乌军伏击而损失惨重。第一段视频显示了一辆俄军的 BTR 在刚刚卸下1个班左右的俄军试图占领这个铁路桥口，然而俄军下车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散开队形，结果被埋伏的乌军坦克一发一锅端了。另一段视频显示了刚刚打爆了俄军装甲车的乌军坦克开到了铁路桥附近，追击逃跑的漏网之鱼。显然，俄军并没有长记性，还是同一个敌方，另一辆俄军的 MT-LB 装甲运兵车也把自己送到了乌军坦克的炮口上，结果当然是被一发入魂。为了避免俄军装甲残骸挡住桥口，导致俄军不能再一股脑地从这里送，乌军坦克呢还贴心地将其推到了一边。和喜欢无掩体干拉的俄军不同，乌军在撤离时释放了烟雾弹，掩护自己撤退。过2天，又有乌军的无人机画面传出，发现了又多了2辆俄军坦克残骸。有消息称，俄军依旧放弃通过该桥进攻，这2辆坦克残骸是俄军故意放在这里堵路的，目的是不让乌军过来。不久之后，乌军派出了 IMR-23 工兵车，把挡住的俄军车辆残骸推开，又清出了一个路口。又过了1天，就是大兵解说过的那段视频了。一辆俄军坦克在铁路桥口抛锚，车主弃车而逃，乌军直接将俄军坦克拖回了阵地。可能不久之后呢，就要回到基辅展览了。显然，这1周的拉扯以俄军的全败告终。恼羞成怒的俄军最后受不了了，直接一发伊斯坎德尔轰了这座桥，也宣告了自己的失败。据保守估计啊，俄军因这座铁路桥已经损失了2辆轻甲车、3辆坦克和半个排的兵力了。有观众可能会疑惑，俄军是不是傻呀？明知道这座铁路桥是一个窄口，易守难攻，自己又没有无人机制空权，一举一动都被乌军监视，为什么要屡屡在该位置送人头呢？换谁来都知道此路不通，要换路线进攻了。
从地图上来看呢，这座铁路桥直通塞里多维，如果不从这里走，只能从南部或者北部绕过整段铁路桥，这样不仅会拖延进攻节奏，也会让俄军的后勤变得更加复杂。更重要的是，俄军对拿下该位置充满信心，毕竟在红军村，俄乌军力对比是5:1，一个小小的铁路桥怎么可能拿不下呢？因此前期受挫后，还试图暂时封堵，以便之后集结兵力再从该位置进攻。但事实证明，俄军还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主战坦克来了，不仅没有改变局面，还成为乌军的玩物。最后，在付出了几十条生命的代价后，俄军指挥官终于醒悟，恼羞成怒般的炸毁了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为这出黑色幽默喜剧画上了句号。9月8号，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如果他赢得了选举，将在新年之前结束乌克兰战争。他甚至可以在上任之前就做到这一点。而令人惊叹的是，特朗普称他只需要一招就可以逼迫普京停战，那就是在上任后的12个月内，将能源价格降低一半或者更多，即让油价低于40美元每桶。俄罗斯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性极高，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国，俄罗斯的国库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能源出口的收益，因此油价的显著下跌理论上可能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创，削弱其财政实力，进而影响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然而，全球能源市场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油价的波动受到供需关系、地缘政治动态以及欧佩克和其盟友的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在油价方面，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欧佩克。美国其实很难单方面的降低油价，例如，即使美国增加国内的石油产量，欧佩克也可能通过减少产量来支持油价。特朗普的这一策略还可能遭遇来自其盟友的阻力，尤其是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能源出口大国，因为过低的油价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如果特朗普重返政台，并且推行这一战略，他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大美国的石油生产，放宽对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限制，尤其是在联邦土地上的开采许可，以增加市场供应。此外，他可能会放松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制裁，允许他们增加石油出口，进一步增加全球供应量，从而压低油价。然而，这些措施通常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很难长期维持油价在40美元以下。因此，特朗普的提议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着许多困难，可行性存疑。近期俄罗斯前国防部副部长米哈伊尔·米金采夫和前国防部国防采购管理总局局长安德烈·波特波夫因为贪腐罪名被捕了。米哈伊尔·米金采夫将军绰号是马里乌波尔图夫，因在指挥和计划特别军事行动中展现的高效性而出名了。然而，在2023年4月，米金采夫被解除后勤副部长一职，并且被捕入狱。据调查人员透露，米金采夫涉嫌通过一家私人公司达成不正当的合同来获取非法利益，这些合同涉及为军队提供食品供应，总金额超过了300亿卢布，涉及900万份俄罗斯军粮。私人公司通过将军粮中的牛肉以鸡肉和猪肉替代来获取利益。与米金采夫的腐败案件相比，安德烈·波特波夫的案件同样引人关注。作为前国防部采购管理总局局长，波特波夫被控在多个军用物资采购项目中利用权力之便，与一些私人公司签订了不正当的合同，从中收受巨额回扣。在波特波夫案件中，调查人员发现他的腐败行为严重干扰了军队的武器和物资供应。由于他的管理失职和贪污行为，大量合同中的军用物资没能按时交付，或者交付的物资不符合质量标准。这不仅影响了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还直接损害了俄罗斯军队的战斗力和作战准备。看来，只要俄罗斯国防部继续与泽连斯基团结一致，过不了多久，俄乌战争就能彻底结束了。9月3号，两架隶属于英国拉肯西斯第48战斗机联队的 F-35A 战斗机在芬兰拉努阿的霍西奥高速公路上进行了着陆演练。这一行动是在所谓的敏捷作战部署概念下进行的。美空军表示，这次空军首次在高速公路上起降 F-35。
美国空军担心，如果与俄罗斯这样拥有远程打击武器的对手发生了战争，对方可能会用导弹齐射或者其他攻击方式针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大型军事基地。如果空军仅从这些基地作战，一系列攻击可能会严重破坏其起降飞机的能力。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美空军发展了 ACE 概念。空军计划在特定区域以中心和辐射的模式分散作战行动，使用一些系列更小、更简朴的基地。美空军表示，通过去中心化的作战行动，敌人将不得不进行更多的攻击。在 ACE 的概念下，美空军可以为其分布式基地创建简易的机场，或者使用现有的当地高速公路作为跑道。美国空军欧洲非洲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将军表示，我们的第5代 F-35战机首次在欧洲高速公路上成功着陆，这证明了我们与芬兰盟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和紧密的互操作性。与芬兰同行学习的机会，提高了我们从非传统地点快速部署和使用空中力量的能力，反映我们部队的集体准备情况和敏捷性。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在其国防计划中已经包含了如战斗机使用高速公路等军民融合事项。德国的台风战机和芬兰的鹰式喷气式教练机也进行了公路起降训练。这次 F-35起降的位置距离俄罗斯圣彼得堡不过是700公里，不到 F-35A 作战半径的2/3。如果从这里起飞， F-35携带的 AGM-158 JASSM 导弹可以从芬兰境内轰炸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大多数俄罗斯东部重要城市。玩过《红色警戒》系列这部老游戏的观众或许还记得，游戏中的苏军和盟军阵营会分别使用被精神控制的章鱼和经过训练的海豚作为作战单位使用。然而在现实中呢，被精神控制的章鱼是没有出现，倒是有一头海豚近亲的白鲸被认为是受过科克勃培训的俄罗斯间谍。2019年，挪威渔民发现一头白鲸的行为十分反常。渔夫黑斯滕在接受挪威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白鲸身上有奇怪的绑带，并且一直试图拉扯船身的绳索。之后赶到的挪威渔业局发现，鲸身上的绑带赫然写着圣彼得堡装备，极有可能是用来固定 GoPro 等录影设备或者装载武器。介于苏联时期，苏联曾广泛开展的动物武器化实验，挪威就向该白鲸向俄政府提出了质疑，不过呢，并没有得到回复。之后几年，白鲸依旧徘徊在挪威沿海的海域。由于其不怕人的特性，这头白鲸呢，经常与人类嬉戏玩耍，并且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将其起名为鲸迪米尔。而在9月4号，挪威2家动物保护组织表示，鲸迪米尔惨遭谋害，身上有多处枪伤，并呼吁警方调查这起丑恶罪行。目前尸体和相关事件均开始由挪威警方分析和调查，不过警方表示可能需要3周才能给出最终评估，以确定他的死因以及是否会因此开始刑事调查。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段玄幻视频。视频中，一辆俄军车在田野上欢快地越野，但不幸的是，它很快踩上了一枚反坦克地雷。目前，乌克兰所使用的大多数反坦克地雷为苏联遗留的 TM62， 其中包含了7.5公斤炸药，足以掀翻主战坦克，更别说一辆小小的吉普了。视频中，我们也能看到吉普车瞬间被爆炸的火焰笼罩，车顶也高高飞起。正常情况下，车组成员可能连遗体都不会剩下。然而，接下来堪称玄幻的一幕出现了：一名俄军从爆炸残骸中走出，甚至直接穿过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随后，另外2名俄军从另一边走出，3人结伴向来时方向撤退。从步伐来看，起码没有出现什么骨折情况。这辆俄军所搭乘的吉普车型号尚不明确，但一般来说呢，满载为4人，也就是说，在如此猛烈的爆炸中，俄军生还率高达了75%。大兵之后查找资料，发现从来没有过类似的案例，也没有专家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这3名俄军在如此猛烈的爆炸中依旧能保持行动能力。因此，大兵将该事件定义为玄幻。对此，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